好，大家晚上好。有人已经在3点多就抢到沙发了，很快嘛。第二个沙发，这也是3点多。反过来，大国的新一轮制裁就比较把得精准了，点到为止。例如，立即停止向美国销售加锗梯和所有超硬材料、石墨的出口，也将受到严格管控。你说这些矿物重要吗？肯定了。但你说人家缺这些吗？其实真不缺。而且这种论斤卖的东西很容易转口白手套。又例如，第6轮制裁美国13间军火公司和6位高管，你说的这些公司在大国有生意吗？这些高管，美国真希望他们去大国旅行吗？这个要看。好东西没看过，特斯拉股价逼近400了，好吧。相等比特币价格跌了，再补一点仓，现在高位不太敢买呀。比特币这种东西，我觉得没有那么多逻辑了，大家还是靠信仰吧。咱北京也30多年没戒严了，这个40多年啊，40多年。这个北京北京是这个不能乱讲，北京不能乱讲。在美国看好东西这个没看过。我们这儿没有具体排片时间，对。刚开始现在是正好开始。追跌不追高，这个怎么说？你比特币这种东西，你真没法去按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它，对吧？第一次开车赶上直播，注意安全啊！这个上一次有一个开车的兄弟听直播的时候，还是稍微的缓了个神儿的。15年几十块，现在70多万，什么东西？15年这个是比特币。不用苹果苹果我还是比较喜欢使用的。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讲一讲最新的芯片制裁终端中谁怂了首先，美国的封锁措施，2024年12月2日，美国呢突然宣布半导体出口管制。其实呢，这也是等了好久了，大家一直知道这个管制会下来，但是具体以什么样的方式下来，然后具体哪一天下来，其实并没有那么明确了。小作文呢也满天飞了好久好久了彭博社上一周还在发小作文说200多家公司会被进入实体名单，对吧？这个小作文一直在传。当然，美国政府的效率呢也确实不太高它需要跟很多盟友，包括芯片相关的公司去讨论了以后，才可以制定出相关的政策来。因为他玩不好会被起诉的，他不像中国政府似的，一拍脑袋说我就这么干了，对吧？他也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所以中国的这种应对通常是比较快的，而美国的话，它是需要各种的利益平衡，各种的去沟通才能够去形成真正的命令出来。那么现在呢，靴子算是终于落地了。第一个是24种芯片制造相关的设备被禁运了。第二个，3种 EDA 软件禁止使用第三个 HBM 的这种存储芯片，特别是比较高端的 HBM 存储芯片禁止去销售如果销售的话，需要去专门申请许可证。而现在的话，普遍认为这种申请呢很难通过。现在呢，有136家企业这一次呢进入了这个实体名单，对吧？这也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制裁的一个具体信息。那么中方的回应呢，这次很怪第一个呢，上来不是说外交部发言，然后这个商务部发言不是这样的，上来先是一堆协会协会联合反击首先是互联网协会、汽车工业协会、半导体行业协会、通信企业协会这有5个协会
先出来说了一下，说1、2、3、4个协会啊，先出来说了一下，说第一，呼吁谨慎采购美国芯片，然后呢，也强调了美国的管制措施损害了产业的发展啊，所以这一次是民间先发生的啊，这些协会其实对于企业是没有任何的管理作用的。中国的这种协会呢，一般属于叫白手套。就是它上面是政府机构，但是呢，政府机构呢，不会直接下命令的很多事情呢，就会让这些协会去做，对吧？他们也会去找企业收钱，也会去组织活动，然后组织企业去，做很多研讨，然后去制定各种标准和规则，啊，这就是这些协会干的活，对吧？然后他们呢，这些协会里面的人呢，一般是叫事业编啊，就是他们不是公务员。也不是正经的官员啊，但是呢，他们确确实实是会受到直接的政府管理啊，但是他们没有一般的强制性。那么现在是协会先发声，实际上就是已经稍微软一点了。然后协会发完声以后呢，就开始内斗啊，怎么个内斗法呢？有人开始喊话了，小米、OPPO、荣耀啊，你们这些手机厂商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了，对吧？使用美国芯片不安全啊，你们这帮买高通的人。是不是应该换一点这个国产的芯片？但其实到目前为止，能够在手机上运作的这种 CPU 的芯片，也就是高通的啊，国内的应该也不叫国内吧 ，MTK 应该还是台湾厂商啊，就是他们的还是在上面手机上有一些的，然后是华为的现在叫麒麟9020啊，但是华为麒麟9020这个芯片的话，它我估计自己都不够使。啊，外边是不是还可以再拿到这样的芯片再去做手机？现在不确定，至少是说华为如果把这样的芯片卖给小米了，这个成本应该会很高啊，因为这种芯片的良品率特别低啊。那么还好是什么？就没有人去喊话智能汽车的厂商因为智能汽车的厂商里边除了这个华为自己家的车在用麒麟车规990A 之外，其他的呢，基本上都是使用的英伟达的芯片或者有个别的是使用高通其实很多的车企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这个智能座舱系统，也就是平板里头用的是高通，然后呢，它的这个智能驾驶系统里头一般用的都是英伟达包括我正在排队的这个小米苏7里边都是英伟达的芯片，对吧？那么这一块还没有什么人缓，因为这个谁？比亚迪自己用的也是英伟达，所以就没有什么声音出来，对吧？比亚迪是在整个车圈里头比较能够搅风搅雨的一次当然这2天比亚迪刚丢了个大人他跑到欧洲的纽北赛道去跑圈去了，跑完圈以后呢，这个纽北赛道辟谣了，说他那个成绩不是我认可的成绩没有经过我认证就自己跑了个圈，然后自己打了个牌挂那了，也不是纽北官方的牌这2天。这个比亚迪还要看他后边怎么去这个摆平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就是协会做完了以后，内斗也折腾了一天，然后外交部开始谴责美方破坏国际规则这件事我们破不破坏不管了就是先让这个讲一下美国你破坏国际规则了，然后商务部出来说我们要加强对美国的两用物资出口管制两用就是可民用、可军用的这些物资。然后呢，这个里边呢是镓、锗、锑、超硬材料和石墨这个到底是不是论斤腰，这个咱们再说。镓这个东西呢，中国占全球产量的90%，锗呢咱们占的没那么多咱们占全球产量的68.5%，锑呢咱们占全球产量的71%，石墨呢，咱们占全球产量的77%就这些我们以后就不向美国出口了。然后，其实咱们最近的很多的政策都是比较软的这个在川普讲了很多我要加这个税加那个税之后，咱们在12月1号到2025年的2月28号之间，我们还专门出了一个文，说对附加所列商品继续不加征我为反制美国301措施加征的关税，这什么意思？就是你虽然要加税，但是我不加，对吧？这个是中国近一段时间做的相对来说比较理智的这种反馈这个现在我们在国内讲的就是我们很理智以德服人，
你给我加税，我不加啊，或者暂时不加啊，这样的。那么美方的这种制裁它有效吗？首先要讲啊，这事儿呢聊胜于无，为什么呢？因为该买也提前买了，对吧？然后一个公司下边也有好几块牌子，不行，咱再申请块新的呗。你到底把100家、200家还是300家公司列到实体名单上去，又有什么那么大关系吗？实在是不愿意说再去注册新公司了，我们就转手贸易吧。这个张三买完卖给李四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个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绕过去啊。那么芯片制造设备、设计软件和 HBM 芯片呢，它并不是按实体名单制裁的，它是按照普遍制裁。什么普遍限制？就是你在不在实体名单里头，你只要是中国公司，我都不卖给你，或者你买的时候呢，我都要求你去申请这个许可证啊。但是这一点呢，一个是转口贸易，对吧？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马来西亚、通过新加坡、通过很多的这种东南亚国家去买这种东西，然后再想办法卖出来啊。这个其实中国这些年做了非常多这种事情。至于其他的，比如芯片制造设备，那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再3年，原来国内其实有挺多的。然后呢，我们再去逐步的进行一些零部件的国产替代。其实国内一直是在干这事儿，中国 China 对吧？走什么东西来了以后，我们先拆。很多的设备到了国内来以后，都会去尝试寻找国产替代的零部件啊，或者是一些国产替代设备。那我们就再接着等一等呗，啊，或者顶一下，对吧？也有很多的设备也可以转口再弄进来。至于芯片设计软件，也就是 EDA 软件这一块呢，美国的要求是进行授权密钥检查。就这种软件现在都是通过网上获得的，啊，获得完了以后啊，它需要进行授权啊，有的时候需要连接服务器授权了以后才可以工作。那么他就要去确认一下，说这个东西是张三买的还是李四买的，是在美国买的，是在墨西哥买的，还是在新加坡买的，还是在中国买的，对吧？那么他们需要做这个东西去做确认。但是这件事儿呢，对于中国厂商来说，对吧？这个破解断网挂梯子手段就比较多了，应该并不是那么难以去逾越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在美国办公室里买了一套 EDA 软件，然后呢，这个中国的这个设计者就可以通过挂梯子的方式进入到美国的服务器上去，然后呢，使用美国 IP 去验证这个密室，这个是都比较容易做到的啊。咱们现在都是这个可以在 YouTube 上做直播了，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这种事情啊。而且呢，EDA 软件在国内其实也是有替代产品的啊，只是呢，原来大家不爱用，好使不好使咱先不管它，因为呢，各种的芯片设计或者芯片制造的设备呢，它是认这些国外的 EDA 软件的，国内的 EDA 软件我们现在只能说我强制兼容啊，我破解你的接口，然后跟你这些东西兼容。但是兼容完了以后，总有这个不太好使的时候，啊，那么现在如果国外不让你使的话，那么国内也会去稍微的糊弄一下。我记得，我们早期在美国软件公司的时候，很多国内的这些软件公司，他们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先有一套国产替代的方式，然后呢，我再去盗版你这个美国软件，然后等你每一次来去检查的时候，我就把国产的这个东西拿出来比划一下啊，这个其实完全可以糊弄得过去。至于 HBM 芯片的话，HBM 芯片呢是这种高带宽的这种存储芯片，对吧？它主要是搁在这个显卡或者是算力卡上来使用啊。咱们普通的，你比如说MacBook Pro 什么 M4 Max 这个里的统一内存，它不是啊，它不是这种 HBM。然后呢，咱们比如说小米手机啊，或者这些苹果手机里头，它也不会使用这种 HBM 芯片，对吧？只有这种很高端的算力卡。你包括到可能4090里头都用不着这玩意儿，对吧？你只有什么 A100、H100什么这里头才用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在国内呢有一些厂商在生产，但是呢这个层级比较低啊，就是比较高端的 HBM 我们自己造不了。你包括像华为做的升腾 910B， 就是前一段时间被发现里头核心芯片是由台积电代工的那个华为的算力卡。它那个里边是有 HBM 芯片的啊，然后但是华为的东西呢，就是永远你也搞不清到底是谁做的，反正我们就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啊，你来猜我这东西谁做的。所以 HBM 这种东西，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渠道可以搞回来的啊，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
其实呢，整个的这种限制啊，更讨厌的其实不是限制，就是它的限制我们都是可以绕的。更讨厌的是什么？是分叉。为什么呢？在过去的限制跟现在不一样。以前比如说我们在90几年或者00几年的时候，美国对咱们也有限制啊，但那个时候呢，是我做出来了你就取消限制啊。我记得以前在比较早的时候，我那时候去山东东营啊，他们呢有这个很多的石油勘测的企业，他们会专门的去租用美国的这种大的服务器去做地震预测。然后我说你们为什么租这玩意儿，为什么不买呢？说禁运啊，这个美国是不允许把这个东西卖给咱们去做这个地震预测的啊，不允许干这个事儿。我说你都拉到中国来了，还禁运个啥呀？哎，他不是，这个机器是属于美国公司的，对吧？我们可以把它拉进来，拉进来以后呢，在中国呢，它租给我们使啊，但是它的产权还是属于美国公司。然后这个做完了以后测算呢，就是这个做完了还给人家，然后有新的我们再租新的啊，他们这么来工作。然后呢，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也做出这么快的机器来了，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这个超算能力了啊？那美国说哦，你可以了，那行吧，这个档次的我们就不再禁运了啊，我们再禁运下一个档次的，对吧？然后他们就永远去租那个最贵的啊。这个呢导致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的研究所其实做了好多的无用功啊。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算力不够，对吧？我就去禁运你，然后呢，他就测试或者试制一台，算力够的电脑啊。等算力够的电脑发布了以后，美国说行了，这个我不禁运了啊。然后呢，这个研究所干这活实际上就是无用功了，没有人去买他的电脑啊，没有人去买他的服务器，大家还是会买这个美国的服务器去啊，所以他无用功还是做了。现在的限制呢，其实跟当时就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现在是各自发展，这个就是我限制你了，不是说你发展到这一步我就允许你去买了啊，就是什么时候允许你买不知道了，然后我就一直这么限制你。那么这样的话，技术路径就会分叉，不是说你追上我了，然后我就接着给你卖啊，已经变了。那么原来那些做无用功的这个研究所呢，现在也变了啊，都变成公司了，所以他们也不甘心做无用功。他说我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没有美国人做的好，但是呢，咱们还是搞一搞吧，咱们做信创产业吧，对吧？还是要把这个钱挣回来，啊，就算我东西做的不好啊，你也得用我的，它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么做出产品来，即使美国解禁啊，他们也会尝试去占领市场。那么分叉的这个是真正最麻烦的，特别是标准分叉。为什么呢？因为想要继续往后发展的话，你必须有一边要放弃掉，否则的话，你说我两边最后使用的技术标准不一样了啊，我分开走了，那这个事情就，对于整个的社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当然了，分叉算是比刚才的限制要稍微麻烦一些的事情，但是最讨厌的还不是这个，最讨厌的是什么？是市场需求被搞废掉了，这个事儿就最烦了。因为大家要注意，一旦进行这种限制了以后，对吧？你限制来限制去，那么最后还是要有人为最终的产品买单嘛。比如说，原来这个芯片是由美国公司设计，台湾公司生产，然后拉到大陆来组装，组装完了以后，有一个非常便宜的设备就可以卖到中国大陆，或者是卖到美国，卖到全世界去。而且大家注意啊，中国大陆自己的需求是很强的。但是你现在限制来限制去以后，说算了，这个东西变得这么贵，对吧？搞一次变得这么麻烦，然后做出来的产品也没有原来好用了，我们不买了吧？原来该买的东西我们现在就不买了，这个是最讨厌的，因为你一旦是把这个需求搞废了，对吧？这个供应链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有效需求跟消费信心被玩坏了，那大家就一起完蛋，对吧？其实前面已经演示过了，就是拜登的这个芯片法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场。就折腾了半天，为什么最后谁都搞不起来？他原来建的那些芯片生产线，最后没有人买这些芯片了。你就算把芯片造出来，你也卖不掉，对吧？那么这个事情其实才是这种限制最终比较讨厌的地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出政策？你说拜登还剩那么1个多月就该下台了，2月吧？那么你到现在还要出这样的事情干嘛呢？这个拜登的权力肯定也是不用就过期作废了，所以还是要去折腾一下。然后呢，他要通过实体名单进行管制这种方式啊。刚才我也说了，实体名单其实是基本上没有用的啊。你想你去管华为，华为其实最后还是从台积电拿到了芯片，
只是呢中间转口转了一下。那么为什么还要搞一大堆实体名单？因为这个东西就属于一种非常吃力不讨好的方式。这个呢是需要大量的人员进行规则的审核、协调、调整，以及进行许可证的审批，对吧？它是一种很笨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其实就是这个马斯克 Dojo 这样的部门啊，需要上去做裁撤的这帮人，对吧？你整了这么样的一个很复杂，其实又没有什么效果的这个禁运方式，这个是非常非常低效的啊。所以现在拜登还是在我们再整一大堆人上来啊，你们继续去给我审核去啊。现在有这么多家的这个禁运名单啊，这个实体名单，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那需要大量的律师、会计师在里边去审核，谁跟谁之间啊，是不是有股权关系？谁跟谁之间有什么样的协议关系？那你就慢慢捋吧，这个事儿可耗人力了，我告诉你。然后当川普想要用更简单啊、更高效的方法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就会遇到麻烦。什么麻烦呢？你必须先废除原来那些吃力不讨好的这些政策，然后呢，才能够再去实行新的政策。但这个过程就很容易被攻击，所以呢，这一次公布的这种叫做芯片限制措施呢，美国人也没惦记真限制你什么，他其实就是这一届的政府在给下一届的政府挖坑，我给你挖了这么一坑，然后看看你怎么解这个东西，对吧？这个如果川普说我接着用你这套东西，对吧？咱们继续往这个实体名单里加公司，那他就必须要雇佣更多的这些律师、更多的会计师。来去对每一笔订单进行审核，对吧？或者对每一个标准，或者跟这些每一个的芯片制造设备相关的企业去谈判，那么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而且非常非常的费钱啊，非常低效，还没什么作用，对吧？那么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川普说我不用你这个玩意儿，我把这个实体名单全取消了，我通过关税，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你在做这个过程中，你就会被这个其他的国家骂啊，你怎么可以放松对中国的这个管制呢？啊，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对吧？那么这个就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啊，算是给他做了一个，大家可以讲给他做了个斯诺克吧，大概是如此的一个方式。那么中国真正的反击到底是什么呢？对吧？这个行业协会的哭嚎啊，暂时不增加美国商品的关税，是不是就怂了呢？其实中国的反击啊，归根结底是一个字儿啊，不是什么者呀、踢呀、什么什么这些石墨呀，跟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关系。中国真正的反击这个字儿叫什么？叫电。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中国限制出口的这些稀有金属啊，就是刚才咱们什么锗呀这种，一年大概总共的全球产量也不到1000吨，就是几百吨，或者说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像锗这个东西呢，全世界谁的储量第一？美国全世界储量第一，对吧？这个日本在精细的废旧电子元件回收的这个工业上呢，也是遥遥领先的啊，它也能够生产很多这种这种金属。然后美国每年自己还会生产那么一点点，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但是呢，这个东西你生产的过程中是需要费好多电的，对吧？待会儿咱们再讲到电的事情。这个很多的稀土材料吧，中国的储备其实也不高啊。咱们老说啊，中国我们要限制你的稀土什么的，但是呢，中国的稀土材料的加工量是全世界最高的，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加工的工艺也好，或者是加工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使用量也好吧，这个其他人比不了我们，而且我们加工的东西便宜，对吧？就算你其他国家你有这些矿产，你也不能说我专门建一个矿去把这东西炼出来，对吧？这个不划算的，因为有储备的地方呢，未必有生产能力；有生产能力的地方呢，未必舍得自己做。因为所有的什么稀土材料，包括刚才咱们讲的什么稀有金属，什么锗呀、锑呀什么这种玩意儿，就是它呢，第一个高耗能啊，造这玩意儿特别消耗能源；第二个呢，高污染啊，你炼金属冶炼嘛，这个事儿很麻烦。然后还有一个特别讨厌的是什么？就是所有的这些矿产吧，它都不是说我把这个比如锡矿锑矿挖出来以后直接去炼出来，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呢都是半生矿。这个给大家讲几个故事吧。一个是1972年的时候啊，我是那年出生的，日本代表团在参观中国攀枝花钢铁厂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很神奇的要求。
他说我们用日本的优质钢材交换你们厂里边的废矿渣行不行？就是你炼完铁以后不是剩的矿渣吗？我拿钢材给你换啊，一比一的给你换，行不行？这事儿，这一个请求呢，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警觉啊。当时的周恩来总理指示相关部门对这些废矿渣进行研究，然后发现其中含有丰富的钒、钛、钴、镍和稀土等贵重金属。然后这个日本呢，也曾经派船啊，在中国的黄浦江入海口附近打捞高炉炼制的废矿渣，试图从中提取稀有金属。这一行为被中国相关部门进行了禁止，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它不是说我直接把那个稀土材料拿出来炼出来的啊，也不是说把什么加锗锑什么这种东西炼出来的，不是这么回事，对吧？咱们前面有好多东西是炼钢的时候的一个副产品，中国生产了全世界55.5%的钢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有的是这些废矿渣，然后我们再拿里边去提炼这些东西就完了。而现在这些加锗锑是哪来的呢？他们是从电解铝里来的，这是电解铝和电解锌的这个副产物。中国是全世界电解铝的这个58.9%的产量都在中国。那么我们电解了这么多铝以后，自然就剩了一大堆的加锗锑。那你说我现在减产了啊，这个或者说我限制出口了，那美国你说我自己造吗？美国完全都有制造能力啊，而且它自己储量一点都不少，没有任何问题，对吧？那你说你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那么多铝卖给谁去，对吧？它会有这样的问题啊。石墨的生产呢，也是一个很高耗能的一个产业啊，这个非常非常耗能，就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电。中国的这种矿产呢，比较奇怪啊，它属于柔和的比较均匀的这种矿产。为什么这么讲？就是矿石分品质嘛，中国的铁矿也好，铜矿也好啊，还有很多的这种矿产也好，实际上都是品质比较低的。中国的这种品质低的矿石呢，提纯是很麻烦，但是呢，提完纯以后剩下的那些渣子呢，它里头就含什么锗呀、锑呀、什么镓呀，就含这种玩意儿，还包括什么钴啊、什么这个钛呀、什么这些东西，镍呀就含在这个里边，对吧？它就是这样。所以你像什么加拿大，我们经常什么澳大利亚、加拿大去买上矿石去啊，主要澳大利亚吧，澳大利亚去买上矿石去，对吧？那为什么人家那个品质高？对。但是它里头这些杂质啊什么就没有咱们这么多啊，所以这个事儿呢，也算是这个有好有坏的一种结果吧。包括呢，咱们前面就是在美国给中国进行这一轮的芯片限制之前，中国还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取消了铝的出口退税。原来我们出口铝的时候是可以退钱的，对吧？那以后就不允许退了，那么铝就要涨价，那么我们不出口那么多了啊，产业结构肯定是要调整的。那你说国外说我们自己生产铝不就完了吗？又不是说只有中国能生产，这没毛病啊，技术上他们都有，但是呢，你得有足够多的电。国外呢是需要发更多的电才能够去生产出这些电解铝来，而是发电这个事儿呢，环保成本这个东西都是要有的，对吧？国外的制成品如果说它在美国去发电生产这些东西，那你这个价格就会上涨，对吧？然后包括后边碳税是不是我们又可以卖它一轮了？哎，这个咱们肯定是好多的这个小花招都等着它呢，对吧？那么如果国外自己去生产铝，自己去生产什么加锗锑这些玩意儿，那么它的这些价格就都会冲上去啊。那么对于中国商品来说，它的竞争力就会下降。那你说了半天发电这事儿，中国到底发了多少电呢？按照世界能源统计年限2024里边的记载啊，2023年中国一共发了9.4万亿吧，应该是千瓦时，大概是这么多的电。然后呢，占全球发电量的31.6%啊，发了这么多电。好在这个发电量我们还没超过一半啊，但是这个也确实比较难。然后中国的发电量是美国的2倍多，是印度的5倍啊，这就是全世界发电量的前3名，就是中国、美国、印度是第3，对吧？然后再往后就已经非常非常少了，这3个是比较多的。那你想，我们发了美国2倍多的电，然后去炼钢、去生产石墨、去生产电解铝，然后再把这些乱七八糟什么稀土材料、什么这些这个什么锗呀、锑呀这个东西做出来。
然后再去全世界去卖去啊，原来是这么干这个活的。啊，现在呢，中国一边在努力的帮助“一带一路”的国家去建电站啊，这个是咱们特别喜欢。包括现在全世界那个超高压输电的标准文件都是用中文写的。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说我现在想去买点这个超高压输电的这个设备，然后想去看文档，对不起，看中文的啊。然后呢，一些东南亚国家，什么越南啊、文莱，就挨着咱们这些国家吧，咱就直接向中国买电，我就发完电以后拉一根线给你拉过去就完事了，你给我交电费就完了。对吧？这是中国现在发了非常非常多的电。现在很多人讲说，哎，说印度啊、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墨西哥、土耳其这些地方，是不是可以把中国制造分走？啊，能分走一部分，特别是组装啊什么这东西是可以的。像那个墨西哥这两天说，我们不要你去来做转口贸易，我希望你这个产品在墨西哥生产。行啊，你发得出这么多电来吗？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对吧？你这个需要发电的这个事情，你搞不定啊！而且电这个东西呢非常麻烦，它这个东西发完了以后你是没法存着了，对吧？你必须发了以后把它用掉啊！你不能说我发完了电以后搁一罐里存起来，然后等我用的时候再用，它没有这个，而且是所有工业生产，甭管是电解铝也好，还是炼钢也好，它这个东西是不能停的。你不能说我白天晒太阳了，吹了风了，我有电了，然后等到晚上这个没有太阳了，没有风了，然后这个电发的少了以后，我能把高炉停了吗？别开玩笑了，对吧？所以它必须是要么火电，要么水电，要么你说干脆核电啊！你要发出这么多电来，你才能够去支撑这些东西啊。但是中国呢，现在肯定也是电解要去转变的啊。看着我们啊，前面说我电解铝啊不再去进行出口退税了，后边啊我们要去限制的，其实都是这种高耗能的这种产品。什么石墨呀、这个锗呀、锑呀，什么这些东西都是高耗能的，超硬金属包括稀土什么这些东西都是高耗能的啊，就是炼钢副产物或者炼铝的副产物。那么中国现在呢说，哎，我们想明白了啊，原来呢我们烧了自己的煤啊，炼了自己的矿，污染了自己的环境，还出口补贴退税了啊，这个让别的国家让这些发达国家岁月静好了，这个事儿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头啊，哪里不太舒服，我这个。好像有点尖啊，这个事情对吧？那么，这个以后我们要调整，要尽量的去输出一些高附加值的东西啊，这些该去把这个电少发一点啊，该去这个让这些冶炼金属的我们少炼一点啊，这个才是我们以后要去做的事。像美国其实好多的矿场它都有，而且非常丰富。但是美国说我不炼自己的啊，我去炼别人的啊，或者我买了还划算，还环保，对吧？他搞这种事情，这中国说我们也得照这样来。啊，那么现在转过来看，这一次的芯片的这种争端，到底是谁怂了，谁占便宜了呢？就是相对于中国给出的调整措施来说呢，美国拜登政府的措施更多的其实是在给川普政府挖坑啊，实际作用呢并没有那么大。至于未来的发展，这个美国呢给出更多的普遍限制条款，我觉得可能性会更大，因为做实体名单这个事儿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对吧？那么就干脆说所有的这些东西中国不许买啊，任何公司，甭管你是美国公司、是中国公司还是这个香港公司，只要你在中国大陆境内了，我就不卖给你这些东西啊，或者要想买的话，你就必须老老实实到美国商务部去申请这个批准去啊，这个事儿可能概率会比较大，对吧？然后美国呢也会通过关税等简单高效的手段。让中国购买特定商品的成本呢会上升很多，然后高科技限制这一块呢，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高科技公司里头都有相当比例的华人啊，甭管这些华人是台湾人、是这个香港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还是中国大陆出去的人啊，这个比例都非常非常高。就算是现在美国拒绝了很多中国的留学生。那么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头，这些美国高科技企业里的华人比例的占比还是会非常多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只要不是说我彻底封锁了，对吧？大家还是可以领着签证坐着飞机四处乱跑的话，他想把这件事情彻底封死是不可能的。而全世界的产业链呢，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你说我现在想去调整啊，这个东西都绕开中国走或者怎么样？其实是很难的。现在很多人在尝试说啊，我们这东西在越南生产去，我这东西到那个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到那儿生产去，对吧？你去组装没问题。你说我想到那儿去把这个铝炼出来行不行？
这有没有那矿是一回事儿，有没有那么多电是另外一回事儿，对吧？你就算越南，你说我想在这个越南本地去炼钢，去这个大炼钢铁，去这个电解铝，那他愿意污染这个环境，搞这个事儿吗？对吧？这个越南人自己得想想，对吧？我是不是要搞这个事儿？万一以后我不需要了这么多这个电怎么办？你没法整啊，这玩意儿，对吧？这个电你发电厂建起来以后，你不可能说我把它扔了，对吧？你也不能说我发了电以后我把它装盒里，这都没法整。对吧？而且呢，现在在 AIGC 领域里头，华人科学家的占比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高，对吧？这个以前你去做互联网，再往前面做电脑啊，做计算机，或者再往前做一些其他这种基础的研究的时候，华人科学家都在，但是呢，没有这么高比例。但是 AIGC 这一次，这个比例非常高。然后在芯片这个领域里头，华人科学家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对吧？这个重塑供应链这件事儿呢，肯定还是会发生，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中国自己也想重塑供应链，就是美国想吧，中国也想，中国也是说我少出口点金属啊，少出口点原料，我是不是尽可能的，把这个做好的成品卖出去啊，多挣一些附加值，这是中国想干的活，对吧？那个以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中国干太多了啊，以后要少做一些。然后更多的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呢，应该从中国会输出出去。当然了，这个呢，转换的过程对于中国、对于全球来说，肯定都是很痛苦的。比如说，原来这些在中国炼钢的这些公司，对吧？现在其实已经关停了很多了。然后呢，以后电解铝的公司也可以关停一部分，我们也用不了这么多啊，我们就关停一部分这些铝啊，这个我们少产一点啊，这个肯定会发生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中国公司会感觉非常不舒服，还有很多电厂估计会被关掉。但是现在另外一方面的话，中国人说算了，我发出这么多电来，干脆这个做算力中心吧。算力中心不是需要电吗？我们上那儿使去。现在各个地政府在很努力的鼓励建算力中心啊，要把这些电重新用掉。你就算是美国说我想去做算力中心，你只有中国不到一半的电，对吧？那你整得了吗？这你整不了啊。对吧？你除非是像山毛特曼似的，来咱们搞这个核聚变发电，或者搞什么这种东西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于全球的其他国家来说呢，肯定也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个说我们以前这个铝很便宜啊，以前这些镓呀、锗呀什么这些东西都很便宜啊，我把东西造出来了。现在不行了啊，我必须要去用更贵的这些东西，或者说我干脆要自己去电解铝去了。我还得去建这个火电站、核电站，然后我才能把这个铝弄出来，对吧？弄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再去应对什么环保啊、什么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么这个过程一定是很痛苦的，我们只能希望什么呢？在这个痛苦的供应链转移的过程中不要把需求搞废掉，大家还是喜欢买以前的这些东西，或者说有一些新的更贵的、更好的东西，大家愿意去买，这个呢才是这个整个的供应链转移以后，大家希望看到的，而不是说我们转移好了供应链了，甭管是对于中国也好，对于美国也好，供应链都重新分布完了以后，发现大家都变成低欲望社会了，不想买了，这个可能就甭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就都欲哭无泪了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个中美的这种芯片战争吧，最后的总结是什么呢？就是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加强大。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让我来看看大家在讲什么。好，这里的坚决不用百度这个我同意我是坚决不用百度的。范老兄好，大家好先赞后看，好习惯对，你们有没有赞一定要赞起来。9020自用没有厂家用，是的，这个第一个你买这种芯片它又贵，对吧？然后呢，良品率又低，因为良品率低肯定是就变得很贵嘛。然后它的这个性能又差，各种的兼容性又不好，你还需要慢慢的去调整这个软件，实在不划算比亚迪和华为这两个企业我最讨厌了，
他们就是能长这么大，还是有他们道理的啊。这个有他们不那么让人喜欢的地方，但是也不是说真的这个一无是处。实体黑名单很好绕，是这样的。坡线躺赢啊，坡线肯定是能够赚到的。先逆向工程啊，这个中国人拿到任何东西都会去逆向工程的。搞个白名单好点啊，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搞这种事情都是很容易绕过的。来了，点赞啊，欢迎。跑步回来啊，大家和老范和大家周末好啊，你也周末好。很好绕，那你们还不赶紧绕着赚钱啊？你以为没人赚的，赚这个人钱的人多去了，对吧？如果不是加拿大那个公司去拆解了华为的升腾910A，然后在里边发现了台积电的芯片的话，那么可能华为还在开开心心的从比特大陆买这个芯片回来去组装自己的升腾910A 呢，对吧？它就是这样的。这么多的公司号称自己可以做 AI 芯片，那你做完了以后都上那个台积电上去代工不就完了吗？这个事儿又有什么费劲的吗？哪怕说这公司注册在新加坡，对吧？然后我这个设计了这个算力芯片啊，因为算力芯片设计其实并没有那么费劲啊。这个当然咱们现在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这个算力芯片设计它是有 IP 的，你只要是买了这个，甭管是英伟达不卖的东西，高通是卖 IP 的，然后 ARM 是卖 IP 的，你只要买了人家 IP，然后在他们的这个设计软件上设计好了，然后就可以到这个台积电去代工，对吧？你像这个上一次跑去台积电代工的那个比特大陆，他这个芯片设计的人就是原来华为出来的啊。那现在我从华为离职了，然后我要去自己创业，然后跑到新加坡去开一这样的公司，我设计了一堆芯片，然后这个跑到台积电代工，他也会给你做，做完了以后，我把这个芯片拉到这个叫什么新加坡，然后再想办法搞回国内来，不就用上了？这个有很多方法可以绕过去。EDA 软件也有了，没人家的好用而已。设计完还有物理验证，还是要用人家的软件。是的，就中间有一段因为它最后的那个机器是认它那套软件的，对吧？但是中国人肯定还是会不断的去这个尝试破解替代。我记得以前 WPS 干这种事情，他干嘛呢？他就是去破解这个 Office 的文件格式。因为 Office 咱们现在看的文件格式，比如说 DOCX 啊、PPTX 什么这些文件格式呢，是一种开放文件格式啊，它里边底层是 XML 的，对吧？它是开放的。但是早期的就是没有那个 X 的，叫 DOC。PPT 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封闭格式，是微软自己有这个专利、有这个相关的这种保护的一种格式。但是呢，这个WPS 上去，然后我把你的这个文件格式破解掉。破解完了以后，我们能够读写这些格式，干脆我就用你这个文件格式继续做下去了啊！中国人好多时候是这么干活的。HBM 是海力士、三星，可能还有那么一两家吧，但是国内有一些比较低端的也能造一点。肯定没直接接触过 EDA 啊，这个不是买套软件就能使用的。我不知道你接没接触过啊，你也不用研究我接没接触过。我呢是卖过很多软件，然后呢也专门折腾过这个软件的验证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个各种的 key 什么我都折腾过啊，因为以前在 Bolin 的时候我还管过他们那个 key 的这个服务器，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不用去研究说这一个软件到底是怎么样，还是一套软件是怎么样，对吧？或者说中间哪些软件需要去有库去运作啊，哪些软件需要去进行这个密实的认证啊，这个是另外一套故事。所谓高深莫测，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不想让你知道就是不自信。这个，哎，不自信这个事儿就不一定了，人家可自信了，对吧？我们遥遥领先。有点扯，还租赁，这个以前确实是这样，但后来好像这种东西就没有了。就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彻底打破了这种就是这个超算的这个垄断呢？就是靠这个CUDA，对吧？这个美国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的这种靠显卡的这种超算，中国后来当时是我忘了是哪个大学整了一套东西，就是整了一大堆的显卡。然后呢，自己去写了一套软件，然后去做超算。就是他们那种机器是
不像咱们什么有标准操作系统啊，他们这操作系统都是自己定制的，然后只能完成特定的任务。然后呢，他也发了论文，发完论文以后，美国说那我就卖给你吧，无所谓了，这个也没什么意义了。后来就是大家都去玩CUDA了以后啊，都去玩显卡了以后呢，这个超算这件事就没有那么严格了。其实比较出名的是工业机床啊，甭管成本、故障率、良率，搞一台仿制出来，禁运就打开了。工业机床这个东西是另外一回事啊。工业机床的他们这个工作方式是什么呢？它是就是比如说吧，我有一批的这个机床，然后呢，我拿这些机床呢去找其中的，比如说公差最好的一台，就是它的精度最高的几台，然后呢，让这些机床再去生产零部件啊，那么这些机床生产出来的零部件肯定精度就更高嘛，然后再拿这些机床再去生产零部件，它等于一批一批这样筛选出来。然后呢，最后找一个特别标准的一个东西叫工业母机，对吧？工业母机呢是一个国家的，就是它的这种加工精度的基准，就是这个东西。然后拿到工业母机以后，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得到最高的这个加工精度了啊，这是工业母机了。然后拿这个东西再去生产出来的机器叫子机，然后呢再拿这个子机再去生产出来的东西啊，就是这个正常的大家可以去卖的这个机器。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咱们应该是买过一些苏联的工业母机，但是苏联工业母机本身的加工精度并没有那么高，对吧？其实现在全世界可能最好的工业母机应该是美国的、日本的，还有德国的他们的工业母机，但是那个东西都属于是国之重器，因为它整个做的过程啊，它就非常非常的不计工本，对吧？因为你想它做就是我生产一台机床，它的机床一定它的所有零件都是我。比如生产了100台，然后找了最好的10台，然后拿这些机床再去生产零部件，然后慢慢的筛选出来，然后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费钱的啊。但是呢，那个就是很多国家会去做这个玩意儿。被制裁真的难受，今天用了好久的 Cloud 付费账号被封了，难受了几分钟啊，然后不得已又搞了个新账号，又20刀。我到现在为止我就没有搞明白 Cloud 这个东西到底咋用。因为我的所有的节点都被 Cloud 给识别了啊，就不让我使，所以我现在这 Cloud 的 API 是调过，但是呢，它的客户端我就没有啊，所以很多人说啊，你去讲一讲 Cloud 最新出的那个什么本地文件调用那个，我说我没法讲，我没用过，对吧？啊，这个所以 Cloud 这个$20这个我从来没交过，最好就是直接贸易脱钩，不做生意啊，这个其实很难，这个非常非常难。现在台积电不接受任何大陆先进制程芯片单子了，对，这个其实就属于是这个非常恶心的一个事情啊，这是非常恶心的一个事情。这个以后，但是你不在大陆呗，这个你说我是一个美国公司，我在美国向你定制芯片，在向台湾定制芯片，他也得做呀。这个事情，不用想太多的这个，说我可以通过限制大陆的公司下单就可以把这事控制住啊，根本就不用想这事儿。就是出来做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出来做一个样子而已，对吧？然后啊，如果用文心一言，就没必要买苹果了啊。这个我也同意。让子弹飞，你制裁它绕啊，慢慢的就扩大制裁，直到脱钩啊。这个刚才我也讲了，就是制裁这个过程呢，就是特别是实体名单这种方式是非常非常吃力不讨好的啊。你扩大呗，然后你最后就这个也扩大，那个也扩大。那呢，你每扩大一点，它最后的这个商业就会，再一次的调整啊，再一次的就是调整供应链啊，一定是这样。你让它也可以绕啊，可以通过其他国家买，不需要通过其他国家买，有的是汉奸，对吧？这个他只要说我真的想买，那就有的是人想办法把它卖出去。ChatGPT 准备出$200服务了，这个有人愿意买吗？我看了一下这个 OpenAI 的那个10几分钟的发布会啊，它就是每天晚上10几分钟，每天晚上10几分钟呗。这第一个10几分钟我已经看完了，感受呢，第一个是GPT-O1确实很牛啊，就是它的推理能力非常非常强。我今儿在小红书上还看了一个推理牛逼案例，他推理一什么事儿呢？这个讲的是一个小女孩啊，这个考试考了38分，为了怕爸爸骂她呢，
就拿笔改了一下，改成88分，回去找他爸爸去报成绩去了。然后爸爸看完了以后很生气，一巴掌把小女孩拍在那儿，说你敢骗我啊？说怎么呢？就是他这个88分这个8呢，有一半是红色的，有一半是蓝色的。啊，因为他这个小女孩这个用了错的颜色的圆珠笔去涂这个8，然后改这数字去了。然后打完这孩子以后呢，这个爸爸突然醒悟，抱头痛哭，然后就问说：“这个爸爸为什么抱头痛哭？对吧？他到底醒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 GPT-O1 就去推理去了。然后他推理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女孩自己是红绿色盲，对吧？她这样才有可能是分不清红色跟蓝色，然后直接拿一个蓝笔在老师批的红笔的卷子上去把这个3改成8，然后自己还没有发现。而这种色盲呢，在女性身上发生的概率并不高，主要是通过男性的基因进行遗传的，对吧？所以如果这个爸爸自己不色盲，因为他看一下这个卷子就发现了这个颜色不对嘛，而他女儿色盲，对吧？这个用2个颜色写完了以后没有看出来，那么这姑娘呢，大概不是他亲生的啊，所以这个爸爸就在那儿抱头痛哭了，对吧？能够做这种推理，我觉得已经很牛了啊！刚才我讲这故事过程中，你们谁自己的推理能力比O1强了啊？可以待会儿举手告诉我。对吧？这个，但是呢，他们在整个的演示过程中，演示呢都是一些真正的科学家、数学家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热力学家这些人去用的功能啊。这些人其实就这些功能其实离普通人已经非常远了，包括1个月$200这件事情，其实离普通人已经都非常远了。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一次发布的东西就有那么大的价值。当然还要看了，连续12天嘛，看看后边几天发布什么。如果把 Sora 发布出来，也许会好玩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没什么意思。这些稀有金属那才是，没法防止转运啊，除非完全不准出口。我们也没说不准出口嘛，就是你变得贵一些就完了，对吧？这个没什么别的。这个，因为你像日本，你就防不住它。日本玩的方式就是我把废旧的这个材料回收，然后呢回收了以后再把里头的这些金属再提炼出来，它就贵嘛，也没什么别的。之前也听别的节目讲过啊，美国储量大得多，但是能源和环保成本太高，只有我们忍得住这些污染。如果美国自己来，整个市场的价格可以打上去，美国绝对会打上去，它会变得很贵的。那就让美国赶紧去弄吧，对，就是这么回事啊。美国你赶快去这个折腾一下。加者那些也不是都需要炼铝才能产生，美国之前已经加了这些矿产的这个关税啊。为什么？其实很简单，让大国的进口变贵。这个什么意思呢？我怎么没看懂呢？大国也不从美国去进口这些商品啊，这些矿石，对吧？美国的矿石估计也就是美国自己用一用，大国的这些铝矿石应该还主要是自己的，对吧？钢铁的确实我们是买好多铁矿石回来，也买很多铜矿石回来，对吧？这个咱们直接看，包括黄金、白银什么的，咱们都去买啊。但是这个铝的，咱们应该不会上美国去买矿石。美国为什么要赶紧去弄？哎，美国就贵点就贵点呗，多转口几次也没什么关系，或者让印度人说你们去把这个加呀、锗都买了，造好了以后我去用，对吧？用完了以后到底这个飞机掉不掉下来，就看美国人自己心大不大了。我觉得以国人的卷，可能会把发电的产业输出到老莫之类的地方。这个啊是这样的，就是你说吧，我们今天到老莫那儿去建个电站，人家乐不乐意？人家不乐意，对吧？人家最后说你这个环保破坏了什么的，可费劲了。只有在咱们这儿啊，政府一声令下说来吧，咱们建电站吧，环保，环保是什么，对吧？我不认识你，啊，会干这种事情。老范关于电的讨论是基于生产这些需要炼铝，不过只是大国矿产是半生铝矿的啊，美国的不是了，那就让美国自己造呗，就这么简单。
我们炼完铝以后，把这个铝也卖了，然后把这些东西也卖了，它不是更便宜吗？你美国自己单独炼这些东西，那不得肯定更贵啊？看过近期的一个访谈节目，其实美国近些年推崇的环保发电量，仍然也是过剩的啊。最大的问题也是传输和存储。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远远落后于这个能源产能啊。美国是这样，就是说，你真的要去发出这么多电来，就是你比如说你稍微多一点，这个事儿问题不大。你真的想发到中国这么多的电的话，那对于他来说还是很麻烦的。你是不是买中国的光伏板吧？就这么简单啊！你说我不买中国的光伏板，我要去搞这个核聚变啊？那这个那努力呗，这个事儿如果美国能搞得出来的话，中国肯定也能搞得出来啊！这个我这点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对吧？这个还是这个怎么说呢？你或者风电，哎，我一直没太搞懂这个欧洲为什么后来把风电都给拆了啊？就是中国是搞了大量的风电，搞了大量的这个光伏，对吧？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现在大量的对中国的光伏设备，包括风电设备去加征关税，那这个反正对于他们来说，哪边都挺沉的。水电、太阳能发电普及以后，国内电费会降到2毛钱。中国电费呢，其实不算特别便宜的，中国电费算在全世界可能170多个国家，咱们可能排第110多名，就还算比较便宜，但不是最便宜，因为最便宜还有一些国家是有补贴的啊，那个会更便宜一些。美国真的缺能源产能吗？我觉得它真缺，对吧？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你要不然你造嘛，对吧？但是你造完了以后，你产出这么多能源，你也卖不掉，或者说你发出来以后，这个你咋办，对吧？这个事儿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一环扣一环的事情。美国没必要挖这些，产出一堆东西没人要，还不如要多少买多少。对，它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国电费2毛不涨就不错了。中国后面看吧，这个事情到底这个电应该怎么办？啊，之前的限制稀土也是类似故事，限制几年了吧，也没听说缺稀土用啊。这个我觉得你可能不在这个行业里头，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一定会变贵啊，一定会搞起来会麻烦，但是也不至于说这东西就没了。就很多东西呢，都是会让它的成本上升，不是说这东西咔一进就没了。你就跟我们去买这个台湾芯片似的，那我从台湾去买芯片，原来可以直接买，现在需要绕几次，它就变贵而已嘛。有好一些台湾佬在内地做铝材厂的，这个是啊，挺多的。将来西海岸硅谷 AI 发展需要大量的算力中心，会产生大量的电力需求缺口，传输基础设施跟不上，啊，对这方面会有很大的掣肘。哎，这个我觉得美国造呗，反正美国做这一块没有任何的想法，那就造呗，对吧？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老范对算力中心相当路径依赖啊，估计，忙到没关注最近美国算力中心泡沫到啥样子了啊？这个我上一期讲这个美国算力中心降价的，你没听吧？一看就是缺课了，对吧？只有缺课的人才会觉得别人路径依赖，这个因为现在的不是算力中心啊，这个过剩，而是什么呢？就是 AI 其实是没有找到用途。AI 自己没有找到挣钱的地方，所以呢，现在这个英伟达算力卡的单小时租金才会崩盘，对吧？你肯定缺课了。这个你看，这个缺了课还在这洋洋得意啊，这种人不能要。这个总结的满满正能量，那怎么办？咱坐在这儿不总结正能量咋弄啊？直接买港版 iPhone 就行了，这个还是比较麻烦，就是你拿外版的 iPhone 过来使用，还是挺烦的。这个老范的思考架构还是很中立的，是的。中国科技从零到一不行，从一到100还是最牛的啊！这个精装修没有其他国家可比啊！这个绣花咱们肯定是最强，这没什么好说的。
中国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这种科技吧，特别是一些看不到这个未来方向，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没有这种方向、没有结果的这种投入的科技，中国是会搞得比较费劲的。但是呢，一旦是说我们有方向、有目标了，知道向哪个方向走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中国人就来劲了，那咱上吧。内置百度我就不升级系统了，直接手机淘汰。这个我倒也不至于啊，这个我再看吧。这个电费2毛钱想多了，当年建三峡的时候也说电费会大降，但实际上这么多年，三峡建设费用，呃，都涵盖在电费里了啊。这个咱们现在电费好像是4、5毛钱，大概是，我不知道美国电费现在是多少啊。有很多算力中心不在西海岸，而且最近很多都在反应堆发电的算力中心啊，我们都在买股票啊，挺好，买吧。换不起手机，哎，这个再看老范用之前，绕过来啊，预测以后照样绕过去啊，这是严重的路径依赖啊。这个怎么说呢？呃，我们就说这个一限制就死了，这就是严重的路径依赖，对吧？包括美国人说，哎，我原来加了100家了，然后再加100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实体名单，我就限制住它了，对吧？这个叫严重的路径依赖。对，这个高通自研 CPU 怎么看？这个是否有利于摆脱 ARM 的束缚？先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高通现在要想的第一件事不是自研 CPU 怎么办，高通要干的第一件事是，它的这个 X 系列芯片要降价，因为呢 AI PC 高通没卖掉多少，对吧？这是现在高通遇到的最麻烦的事情。EDA 有 license 授权，但是很多盗版，这个整份虚拟机打包啊，这个，但是你最终肯定还是会有一些使得不方便的地方。超算的架构貌似是 MPI 并行架构，这个不一样。最后国内好多做的都不太一样。工业机床关键技术是材料学啊，材料的这个机械性能才是关键。这件事儿呢，其实好多是这样，就是材料学肯定对于中国来说是比较关键的东西，是比较落后的，这块还是有差距的，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呢，有好多东西也是，就是你现在再去练这些东西，你也确实练不出来，而且有很多这种材料学里的这种配方呢，它有很大的偶然性，对吧？你比如说你在德国，它就有这种很高纯度的钢，而在中国呢，可能你在不买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情况下，你就练不出这么多高纯度的钢来，这里头有很多杂质，然后你再想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这种高硬度合金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些材料，你可能一开始那个起始就不对啊。这个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材料学还是差的比较远，而且呢，中国不太愿意在这块投入啊，因为这一块投入实在是周期太长，不太容易有什么结果，所以大家都不太愿意在这投入。我看了蛇年的形象设计，国资做的东西就是让人有种这个算了，我还没看这个东西啊。这个液冷的上市公司哪家比较强啊？我对这玩意儿不关心。超算也是个典型段子啊！以前大国宣布搞了啥啥啥超算，美国就解封这种超算，这游戏很不错哈。不过这几年大国已经不公布新的超算突破了，不玩这游戏了，因为后来就是改成酷大以后，这事儿没什么意思了。因为原来它等于是一台机器，算力非常高，现在呢，大家都是搁到这个云计算机房里头去。现在玩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 NVLink 呀，什么这种东西，然后把大量的这个 NVIDIA 的这种算力卡并联成一个主机一块卡啊。现在大家玩的是这种东西，对吧？而且这些东西呢，就算是你不走英伟达这套东西，你靠一些开源的东西，把一些其他的算力卡也是可以把它拼起来了。而且它的底层就是你的这个芯片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的这个
HBM 到底是什么样，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怎么做啊？其实这块现在美国就是盯着这一块在做限制嘛。用来用去还是 ChatGPT 最好用啊，这个现在确实还是比较好用的啊。美国公司不单台积电芯片，然后卖给华为啊，然后又不是搞个车库就能下单，没看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刚刚出差回来，错过了1周的视频，明天开始补啊，这个是要好好的补课。针对台积电的动作挺恶心的啊，它打破了台积电的产品品牌基础。台积电有一个核心信仰，永远不把客户的信息泄露出去。哎，这个怎么说呢？台积电也没泄露啊，他也不知道啊，对吧？但是这个有人测出来了，说你这个违反禁运了，那他就要处理。这个觉得苹果在国内用豆包可行吗？这个要看啊。待会儿这个下一个故事开始了，咱们再讲。大国后来搞的那些超算，就是一大堆 GPU 啊，这是真的啊。然后用高速网线连起来，然后瞄着这个什么，这个它其实最后就是还是刷题嘛，最后把那个指标刷上去完事儿。使用豆包和使用文心一言有区别，还是有区别啊。豆包还是要比文心一言好使多了。这个国内其实也就是阿里靠谱点，豆包还行吧，还可以。然后文心是非常惨，这是真的。虽然我最多用的是 Kimi 百度搜索平替，我现在其实最主要用的是豆包啊，在国内主要用豆包，搜索 RAG 做得好啊，这个需要智商的 AI，一般用 Cloud 3.5，我现在国外 Cloud 和这个什么用的多啊？就是 Cloud Gemini 和这个 GPT 都在用，好像是风力发电不稳定，也破坏气流。国内也有地方开始拆了，是吗？啊，这个气流有啥可破坏的？你风该吹还是会吹过去嘛，这就真的不太懂了。微软自己都在搞小型核反应堆啊，那搞呗。我是说，美国最近加大了大国这些稀有金属进口的关税，啊，那就加呗，反正你加了关税，我们就减少这个补贴，最后让美国人自己越买越贵，不就完了吗？啊，这个没什么问题。中国的房子、公路也是拆了建，建了拆，这个对啊，你不做这个事儿，他怎么能够洗钱呢？其实啊，我觉得核心是中国接受大量浪费，是啊，就是我们这个叫宰卖爷田不心疼，对吧？我们把这个矿挖了，把这个煤烧了，把环境污染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对吧？那咱们就干这种事儿呗。据我所知，现在还有上马风力发电，我觉得也挺多的风力发电。美国的算力和制造业关联不大啊。国内如果 AI 和制造业如果结合成功了，就厉害了。制造业跟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点儿，现在关键是这样，就是 AI 到底跟谁结合，大家都觉得什么都能结合，但是跟任何东西结合都没挣着钱啊，这是比较讨厌的。小型反应堆不是缺资源的原因啊，大国很多的挖矿公司啊都跑来美国，例如德州，现在德州开始限制他们了啊。挖矿公司跑到美国，美国电便宜吗？这个事儿，因为我知道原来有好多在俄罗斯，在那个白俄罗斯，在这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去挖矿，但是现在就反正四处乱跑吧。这个百度的事情，待会儿我们再讲啊。从零到一才是科技，从1到100是生产。它是这样啊，这科技呢是两个，科学跟技术。就中国人比较擅长的是技术啊，不太喜欢科学。不是说咱们能力不行，只是科学属于不太眼前能看着钱的东西啊，实用主义比较厉害啊。美国目前的 AI 找不到商业方向，且美国没有制造业，美国川普希望有啊。对吧？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我前2天去跟一个台湾朋友聊天，他就跟我讲说，台湾人的很多的思路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挣得着钱的我就给你造，挣不着钱的我就不给你造，我就是做代工的，对吧？说原来 Google Glass 跑到台湾找人代工的时候，台湾说我才不理你呢，你就造那么几千个，挣不着钱不干，对吧？
这个中国呢，在这一块上要比那个中国台湾还是要稍微好一点，毕竟地儿大嘛。还是有些人说，我们愿意再多往前迈半步啊，但是本质上都是华人啊，这个在根子里头都一样，就是比较实用主义，这个没什么差异。这个全面接触隐私的工具和百度合作，是决策者认知有问题，还是确实走投无路了？这个待会儿咱们再说啊。这个美国倡导的制造业回流，如果真的想做到这一点啊，是不是美元会主动贬值？我觉得美元会升值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这个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这是明年大家可能会面临的一大的问题。公共建设的拆装是有明确利益链的啊，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反正装拉链洗钱嘛。高通最近新上的 SOC 被骂惨了，这个我还没怎么看啊。中国的科研基础是官僚主导啊，这个有这方面，但是，后来也有很多变成公司了嘛。小米最新设计的3纳米芯片据说已经流片，以后，是否可以摆脱对高通的依赖啊？想太多了啊，这个很难。小米做的3纳米芯片一般是做什么充电呀，或者是这个照片处理啊，一般做这个东西。真正 CPU 应该还是用高通的。小米跟高通是这种绑得很紧密的这种合作伙伴。高通最新的 PC 端 SOC 啊，那就是它那个 X Elite 吧。对，这是李彦宏说的，中国消费者不关心隐私。这个卡尔家属以为美国一旦制裁中国半导体就完蛋了。今年前11个月，芯片出口国外破1万亿人民币啊，就是低端芯片，中国基本上也都是这儿产。还记得魏则西怎么死的吗？不记得了。材料学就像大海捞针啊，官僚是接受不了的。哪怕说5年后的成果，主管的官员明年就要看到，就到期了啊，这个确实是有这种问题。反正这次遥遥领先的是台积电给自己的摘的很干净，那台积电肯定得摘干净啊。我也是，现在很少直接用搜索引擎了，搜索国内信息主要的是豆包啊，我现在也是。我现在搜索可能豆包跟那个 GPT Search 一样一半。听老范讲的，我们真的是遥遥领先，都快变成粉红那类了。咱们国人真的是太勤奋、太聪明了。这个也不叫太勤奋、太聪明，就真的是太卷了。就是我们是透支了未来很多年的这种收益来去干的这个事情啊，很不划算。现在挖矿已经不是土作坊的主要业务了，现在主要是训练小模型啊，网称炼丹啊，这个也有。在国内聊国外经济体啊，都觉得欧盟陷入失去的20年，欧盟快成为下一个日本了。对欧盟真的不太了解啊。听了老范的 H100租赁价格，只是没说这只是小型租赁市场就过剩的降价而已，大型的还是很热啊。这几天在抢 B200，我买不起。这个马斯克不号称要买100万块吗？这个，但是现在也不知道他要买100万块这个 H100还是 B200，他反正是惦记买100万块，而且据说他已经找到黄仁勋了，说我要买啊，这个看看他后边能做出什么来吧。制造业回流，除非美国贬值，美元贬值，其实不用，美国自己是巨大市场，全世界的东西都卖给他，他只要是自己造自己用就完事儿了，对吧？让其他的所有境外商品通过关税跟他境内商品变成价格一样。那美国人呢就可以用这个很昂贵的这个美国商品了，啊，也没什么别的。之前看德国之声说德国工业4.0在中国实现了，对，是这样的呀。但是我觉得1-2家无人工厂代表不了整个产业，底色依然是靠资源浪费和大量人力做的低附加值生产啊，这个不能这么讲。中国的工业4.0呢，是真的把德国的大量的就是当时想象的东西给做出来了
这个所谓的工业4.0并不是无人工厂，所谓的工业4.0其实是这种叫柔性生产，就是我现在想造10个，想造20个，想造100个，然后每一个跟每一个都不一样，对吧？这种东西呢，德国原来提出来的，就是这东西是他提的，但是中国的工厂呢，最终在拼多多呀、深印啊，在这些玩意儿的这个逼迫下，最后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对吧？而且慢慢的让整个的这种就是可以进行柔性生产的供应链还可以盈利，对吧？大家互相卷来卷去的，发现哎，活下来了，对吧？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同样的这种订单，你比如说你找到这个德国工厂说来给我造5个这个零件，直接把你打出来这个事儿是不行的。AI 现在算力还是很缺，今年 AI DEI 这个爆了Cloud 3.5，每当白皮书，每当白皮马农白天，算力警告公告就挂出来了然后开始降质。我觉得还是他们钱少没什么别的，不是算力不够。美国没有制造业，对，美国是没有比如说这个特斯拉的 Cybertruck 不就是刚停产了吗？美国制裁中国半导体产业，中国是否会制裁高通？应该不会的。中国不会自己跟自己找不痛快，比如中国去制裁一个英伟达，何必呢？对吧？美国是第2大制造业国，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农业国，炼丹价格快到地板价了。其实现在炼丹还好了，并不是特别费劲。文心一言还没呢马上讲，马上讲。我的显卡就是美国牌子还真没用过这玩意儿。办卡比亚迪代工的，这个美国唯一制造的静音风扇，但也足够比华硕的 ROG 好。这个比亚迪是果链企业，我还没想到他们还代工这个，它也有可能代工显卡，这个是可能的。这个美国人不愿意进工厂，美国以后工厂不需要人，上机器人就行了。高通 X Elite 这个芯片卖的不好，是不是因为被 ARM 给这个？其实不是这个它就是那种机器没卖好这个待会儿这个里头有，我要赶快我看看你们还有多少评论没几个了，把这评论收拾完了，赶快往后讲了。美国制造业主要靠美元值钱撑的不就是制造些武器，这个飞机也没有美国也可以制造一些小东西嘛。只要他让中国的东西变贵就行了。习主席已经说了，咱们自己自制1纳米芯片这个不知道美元贬值为什么会加重美债这个没看懂，这是什么地方想的？美国制造业，这个美国什么都造比如说这个美国自己的这个嘴硬这个有些人就是嘴比较硬。好，咱们讲下一个故事。今天第2个故事，你会买装了文心一言的 iPhone 吗？怎么说呢？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对吧？12月5日，有一个媒体叫做 Information 这个是应该美国的一个媒体报道，苹果计划与百度合作，将百度的文心一言 4.0 引入中国市场，为苹果提供 AI 服务。这件事儿呢，甚至还有人在传说苹果是准备给百度钱我还看到一篇报道说苹果准备给百度100亿美金，让他来干这个事情，就是越传越没谱了嘛，这么个事情。这个难道是真的吗？还有没有回旋余地呢？大家要看一下苹果的这种合作苹果跟谷歌的 Gemini 之间其实也是传过绯闻的。2024年3月，彭博社报道彭博社的这种绯闻这个不像是 The Information， 比它还要再严肃一些当时他报道什么呢？苹果正在跟谷歌商讨，准备将 Gemini 引入苹果。2024年6月，苹果表示用户以后可以自行选择 AI 大模型，包括 Gemini。2024年7月，彭博社报道，苹果可能在当年秋季宣布与谷歌达成协议，将 Apple Intelligence 接入谷歌的这个 Gemini AI 模型。到2024年9月10号 iPhone 16发布的时候，
苹果正式官宣我们使用的是 GPT-4o，没有 Gemini 任何事情。所以这个事儿呢，大家也不用说它就一定是百度了未必的。那苹果的 Apple Intelligence 呢，它是在2024年6月份 WWDC 上宣布的然后在海外呢是跟 ChatGPT 进行合作。目前呢，随着 iOS18各个版本的推进，现在应该是18.2了吧 ，AI 功能呢也在逐步的释放，就算是在美国，也没有办法使用到完整的 Apple Intelligence。国行的版本呢，大家也都在期待，但是最大的期待呢是这个苹果能够想办法把 ChatGPT 弄进来但是这件事呢，肯定一开始就不可能这个非常非常难。然后其他的一些模型 Kimi、豆包、DeepSeek、千问呢，其实也都是将就可以用的，因为这几个呢，现在跟 GPT-4o 比起来，就是它会有一些差距，还能明显感觉出来但是呢，已经算是比较接近了，对吧？特别是像 Kimi 千问、DeepSeek 这几个都已经比较接近了。豆包呢，算是中规中矩待会儿我们再去讲这几个模型吧。最不希望看到的呢，一个是百度的文心言，还有一个华为有一个叫盘古大模型大家其实不太希望看到这些东西到苹果手机里边去。那苹果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边跑去选择百度呢？这个 ChatGPT 从一开始，大家想就不可能进来为什么？因为 ChatGPT、Gemini 和 Cloud 在中国都是无法落地的。即使跟中国政府关系最好的微软，也没有办法让 ChatGPT 在中国公开落地私下里其实 ChatGPT 是落地的就是你还是可以在中国微软去买到一些ChatGPT 的 API 的服务的也是可以，而且也有一个证书给他们，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些企业是申请过在中国使用ChatGPT 的证书的，但是你对外不能说。所有在微软申请这种证书的人也都是要求保密，对吧？都是这么干的。然后在微软也是会花大量的钱去买这个 ChatGPT 的额度，买的最多的应该是字节跳动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ChatGPT 的额度那么 OpenAI 呢还老惦记给美国去做各种国防项目，所以呢后面这个真的把 ChatGPT 引入这件事儿基本上不可能苹果是绝对不会费这个劲尝试把 ChatGPT 引入的，这个太痛苦了。这个苹果自己呢，其实也做了一些东西苹果呢自己在本地有一个叫 AXLearn 的一个模型，是一个3B 的一个小模型就是30亿参数的小模型，主要呢是在本地做数据嵌入 RAG也有人传说他们会在本地进行模型微调。但是呢，这个可能在 Mac 上还是可能的，在 iPhone 上你不太现实，拿 iPhone 上的这种 CPU 去做这个模型微调有点夸张了这个模型呢是脱胎于谷歌的 JAX 的框架自己做了一套AXLearn 也是一个开源的系统自己做了。然后云端模型呢苹果到底需要跟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去合作呢？大模型在中国落地最大的成本是什么？最大的成本不是算力，不是什么用户体验，最大的成本叫合规，对吧？你要想在中国找一个合规的模型呢，就是第一个，你像比如说01万物这种老板叫李开复，一个台湾人，这事儿都别费劲了，你让他在国内合规很麻烦。虽然01万物在中国已经申请到牌照了可以对公众服务，但是你跟苹果这样的企业去进行这种大规模合作，这个还是很难的。然后其他的一些新兴的企业呢，这个虽然有一些政府关系做的也还不错，但是让他们去跟苹果合作的话，苹果一般也不会去用他们因为你一旦跟苹果合作了以后，他们需要马上融资，然后呢再去整一大堆的这个新的算力进来，才有可能去顶得住这种压力，否则搞不定的。新的是哪些的？像什么 Kimi Minimax DeepSeek 这些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还有一些呢，专门接政府单、接这个商务单的他们其实也不太喜欢接苹果这种单子，比如说像华为、智谱、讯飞这些模型是不太会去跟苹果这掺和的，苹果应该也不会理它。然后剩下能够选择的就是阿里，
字节和百度啊，这是可以去选择的。苹果目前呢，应该也在摸索，是吧？苹果跟 OpenAI 现在是双方都不付钱的一种合作方式，就是苹果也不给 OpenAI 付钱，OpenAI 也不给苹果付钱。然后，如果你在苹果上订阅了 OpenAI 的$20一个月，苹果还在里头抽30%啊，它是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大家呢都在摸索未来应该怎么去合作，而苹果呢自己也没有太想清楚，我到底应该是找你收这个服务费，还是说我应该付你算力钱。OpenAI 呢本身又不是特别急着盈利，虽然大家都很着急说，哎呀 OpenAI 你再不盈利要怎么样了，对吧？但是呢，以山姆奥特曼的这个性格说，你们花吧，花完了以后我再去融钱去啊，我最大的本事就出去融资，对吧？他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所以他们对于盈利这件事不是那么迫切啊，他们也在摸索。然后从商业模式上来说呢，百度跟苹果其实是最近的，为什么呢？因为百度跟谷歌他们的商业模式是相对来说比较一致的，都是向这个苹果去买这个广告位的，对吧？谷歌说你苹果在默认搜索上使用谷歌，我就给你钱。中国大陆卖掉的所有的苹果手机上，默认搜索都是百度，对吧？那百度肯定也是给钱的啊。这个谷歌是愿意啊分广告费给苹果的，OpenAI 呢是愿意跟苹果分订阅费的。这个百度呢，其实按道理说它应该也是分订阅费给苹果，只是百度自己现在订阅的这个比例或者叫付费转化率实在太差了，然后它的广告的名声又特别臭，什么各种医药广告什么的，所以呢，现在的对外传闻是苹果付钱给百度，啊，让百度提供算力去支撑这个运算啊，现在传闻是这样。至于字节的豆包呢，虽然和美国还有很多官司没打完啊，但是呢，也还是有一定机会的。字节当年在去做今日头条的时候，是相当舍得给手机厂商塞钱的，就是默认的预装啊，这个新闻聚合客户端啊，他跑到华为去塞钱，跑到这个所有什么 OPPO、vivo 都去塞钱，所有这些的这个手机的默认的预装的新闻客户端都是今日头条，对吧？这个原来我们是跟他打过交道的，手机厂商的这个也愿意挣这笔钱啊，而且这个字节跳动的政府关系是不需要担心的啊，那也是有国资在里边的，对吧？这个也是北京市需要去保护和扶植的企业。然后字节呢，跟这些手机厂商那种集成经验，在国内应该是最丰富的啊，待会儿咱们再讲。啊，这个百度呢，它其实啊，真的说要说爱你不容易啊。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它的模型本身太烂啊。这个现在爆出来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叫指令依存度太低，你让它干什么东西，它没有办法去完全依存指令去干活去啊。这个对于百度来说非常麻烦。我到现在为止其实只用过文心一言的3.5，因为要用和那4.0要交钱。对吧？你要给我一个这么烂的东西给我用，然后就是经常你跟他聊天的时候驴唇不对马嘴的，对吧？那么这个4我也懒得去交钱去，所以我也不知道4到底能好到什么程度，还是烂到什么程度，不确定啊。但是呢，现在也是有报道说这个依存度很差，就是你要求他去做各种推荐的时候没有办法做个性化，对吧？然后呢，百度希望的是什么？就是你如果个性化呢，那你就要把这个数据给我啊，就贼心不死。想拿本地的提示词和已经本地的一些数据回云端去做推荐，但是呢，这个苹果肯定不能给他，说你这个不行啊，我这个所有本地的数据我是在本地的苹果自己的模型里做的啊，你只管给我提供这个云端的一些这个辅助就可以了啊，这个现在还在折腾。然后国内的模型呢，豆包千问基本上都可以跟 GPT-4o 接近了，但是百度那个真的是差得非常远。最终使用什么呢？还要等苹果自己开发布会啊！有人呢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投票，说如果苹果装百度文心一言的话，你会去买苹果吗？70%人的话表示说我们不希望看到苹果上面使用百度的模型啊。但这个事情的话，不知道苹果自己会不会去听取这个意见吧？现在呢 ，AI PC、AI 手机到底是不是一个新潮流啊？首先，AI PC 的钱呢，基本上都被苹果一家挣走了，
就 MacBook Pro、Mac Mini 什么全都挣走了。2024年第3季度啊，全球的 AI PC 出货量是1300万台，占整个 PC 出货量的20%。而在这个里头呢，1300万台的这个 AI PC 出货量里头，60%是苹果，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出货。然后高通呢，现在已经准备开始降价了，因为装了高通芯片的这种主机大概只卖了几十万台出去啊，这个就对于高通来说完全不可接受的一个事情。所以他觉得他们给这个装了高通芯片的这些ARM Windows 的这种机器定价定得太高了啊，准备再去调整。然后 AI 手机呢，现在其实算是一个标配功能，就是你现在新卖的手机，旗舰手机都是 AI 的，你如果没有 AI 就好像缺了点什么。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其实你也没有办法把手机卖得更多或者卖得更贵，这个都没法整。这个 AI 手机这块呢，很像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咱们原来讲的叫智能电视。现在你到商场里去买电视，没有哪个电视是不智能的，对吧？所有电视都智能，所有电视里头都有一个安卓的机顶盒在里边藏着。但是大家都智能了以后呢，你也没有卖的比普通电视更贵，对吧？它卖的比普通电视还更便宜，量也没起来。然后大家在电视上看广告呢，其实也没怎么挣着钱，对吧？你很多人说，哎，我在电视里头不但可以把电视卖了，还可以卖这个会员，还可以放广告。但是这些卖电视的人并没有通过后续服务把钱挣回来，所以这个呢就有点像这样这种叫鸡肋功能，就是 AI 手机，你没有呢肯定不行，有了呢也没挣着钱，对吧？就很鸡肋。现在的智能手机都是用的谁家的模型呢？首先说苹果啊，苹果呢端侧就是在手机那头用的是自己的叫 AXLearn 啊，然后在云端使用的是海外用的是 OpenAI， 国内呢还在犹豫。谷歌的手机肯定全是自己家的，没什么问题啊。三星呢，海外是谷歌全家桶，就是端侧也是谷歌的，云端也是谷歌的。国内呢，三星用的是百度和美图啊，就是它的修图这部分用的是美图。然后集成了百度之后呢，这个三星在国内的销量还下滑了，原来是占0.8%的份额，现在占0.7%了，对吧？当然这个呢也不都是百度的错啊，这个三星本身的竞争力对于国内手机来说还是稍微有些疲软。然后华为呢用的全是自己家的啊盘古大模型，然后剩下的都是谁呢？小米、OPPO、vivo、荣耀所有的这些的手机端侧都是自研的自家模型啊，都是通过 Llama 3或者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开源版本去重新微调出来的一个版本啊，在本地使用6到7 B 左右的一个大小，就61到70亿参数的一个大小。然后云端啊，就刚才我们说的小米、OPPO、vivo 和荣耀，通通都是字节跳动啊，字节跳动的豆包或者是火山大模型，就是现在大家到火山引擎上，实际上挂的也是豆包的模型啊，就是小米的这个 OPPO、vivo、荣耀全是它。那么，所以我刚才讲说，字节跳动是跟手机厂商做整合经验最丰富的一个，它已经整合了这么多了，而且卖掉的量也很大，对吧？大家到底怎么在上面用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那么手机厂商最终在大模型时代里的定位呢，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和，还是比较模糊的啊。因为芯片是手机厂商要搞定的，这个其他的好像跟他们关系都没那么大了。苹果自己搞定 A 系列和 M 系列芯片，安卓厂商呢基本上全是高通啊，或者是可能有一部分 MTK 的吧，这就是安卓厂商干的活。然后苹果当年呢其实是放弃了搜索引擎了，因为给谷歌给的钱足够多了。对吧？然后苹果自建了广告平台，这件事呢，还是苹果觉得这件事你给的钱不够多啊，我要自己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呢，还是咬下了一块。当然，这个过程呢，把Meta啊，就是把 Facebook 差点没弄死。现在呢，也在跟这个卡这个什么呢？就是 OpenAI 和百度的本地数据获取。就是 OpenAI 说我想要你本地数据啊，苹果没给他。百度呢也说我想要你本地数据啊，苹果也没给他。因为当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去咬Meta的时候，他就是把本地数据给封掉了，说你现在不再可以啊从这个本地去获取用户信息了。然后Meta差点都没死了。所以现在呢，苹果依然在坚持这件事情，所以呢，
苹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彻底放弃自研大模型的这个心思啊，有可能它还会自己去做这个东西啊。未来这些手机厂商会不会自己做不确定。如果大家比如说发现，哎，72B 的或者更大的这些模型在云端运作起来的成本还可以的话，他们有可能会自己去做这件事情。那么最终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苹果的本地模型，你肯定还是要再去过一个合规的啊，这个你没过了，在国内你是上不了的。然后默认呢，我个人感觉大概率应该是字节的豆包，对吧？这个前面虽然在传百度，但是苹果一天不宣布，你都不知道最后是谁。后续呢，有可能会像搜索引擎一样，苹果会放开了让这个大家选啊，你自己喜欢用哪个用哪个。但是呢，这个大模型要比搜索引擎要麻烦非常非常多，对吧？目前呢，苹果在海外都还没有让你去选呢，就是你还是只能用 GPT 啊，你不能在那个苹果手机上选 Cloud 或者是这个叫做 Gemini 都不行。三星呢，现在也不能选啊，三星都是 Gemini。三星现在传说我现在准备去接 OpenAI，但是呢，也要等新的手机升级了以后，看看怎么能够在里边选，因为大模型还是接起来比较麻烦的，对吧？它的功能是比搜索引擎要复杂的多。如果以后能够开放选择的话，那么对于中小厂商的话，应该算是个利好。Cloud 没有被任何一个手机选中做默认安装啊，但是如果开放选择，它就会有一些机会。Kimi 呢，如果开放选择也会有一些机会，对吧？这就是现在 Apple Intelligence 跟百度之间啊流传的各种，咱们还叫小作文或者叫绯闻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远远没有做到说就一定敲死一个状态至于说如果真的苹果手机就装了这个百度的文心一言了啊，因为我是 iPhone 15 Pro Max 是可以上 Apple Intelligence 的，那么我应该就不会用了啊。包括现在 Siri 其实我也不怎么使，我现在有时候开车出去的时候会打开豆包，然后跟他聊一路，对吧？这个还是比较爽的啊。如果是这个梯子质量比较好的话，也会打开这个 GPT 跟人聊一路啊，这个也都是 OK 的，对吧？那么在这件事情上的话，这个我们就不使用 Siri 也就完事了啊，苹果继续是苹果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能够开放选择，我相信可能在明年的某一个时间点里头，苹果还是会开放选择，让大家自己去选自己到底要用哪一个模型的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再把豆包塞进去接着使也就可以了这就是我对于这个苹果使用百度 AI 的一个简单的思考吧。好这么第二个故事也讲完了，我看看大家又聊了些什么。之前工信部还提倡过供应链一单制，就是全产业链唯一编码。这个，反正我觉得以后会慢慢有的，这就是叫物联网嘛，物联网的东西。来这里看直播了对，点赞了没？谁告诉你美国人不愿意进工厂的？这个对于美国，特别是中间铁锈州的这些人呢，确实不了解这个，人家也许愿意呢。资本主义国家有钱赚就能发展快，这个大家肯定都还是比较现实吧。未来大量劳动力都会是 AI 机器人了，这个应该会。这是什么？金融业赚钱，什么也没有金融赚得多。但是你如果一个国家都搞金融的话，也是很危险的。钱的流转速度越快的行业越赚钱，金融肯定是赚最多，这行业的商品就是钱。是这样的。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是在 AI 和新品这一块其实手机卷这个 AI 这个，我真的是觉得跟智能电视卷机顶盒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就是别人有我也有，但是呢，有了以后也没有卖出更多钱去，也没有卖出更多个，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无效的内卷。
在美国 GDP 10%是制造业，雇员1600万，然后这个是什么？制造业都在忙什么啊？而且美国制造业雇人不多吗？嗯，而且美国制造业雇人不多，例如很大一个石油工厂也就100人，啊，这个看来他们确实人少。这个当然会买新 iPhone 啊，iPhone 可以自己装豆包和 ChatGPT 啊，是可以的呀。这个反正就是 Siri 就不用了呗。正经工作我用电脑更没有影响，主要是使用习惯和环境没有发生变化。是的，但是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它等于集成了半天就没有给它带来任何附加值嘛，对吧？这个苹果也没有多卖掉，然后这个也没有卖得更贵，这个就他们是不喜欢的。AI 目前国内只有阿里的千问2.5 Code 可以直接嵌入 IDE 工作流啊，这些对码农效率提升很大。没有啊，DeepSeek Code 也可以啊，还有那个什么呀，Mascode 这个豆包的 Mascode，百度也有一个东西，都是可以去装这个 VS Code 的那个插件的。对，千问2.5它是一个大模型啊，我这儿就是本地就有千问2.5的模型。然后使用像 Continue 或者是有一个叫 Cline 的一个这种插件，就可以挂这种千问2.5的模型进去跑，这个都是可以用的。风电成本高啊，不如太阳能板便宜好处理啊，这样吗？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啊。我生活中用不到 AI 搜索啊，我是每天用，每天我觉得有 AI 搜索以后，整个的工作效率还是提升很多的。依存度太低啊，这就是及格线都达不到。是的，爆出来的消息用词还是太客气了。是，我觉得以这个百度自己模型的叫什么呢？它的这种呃叫做能力吧，还是底子太差。美国放开汽车关税，估计很快汽车制造业就没了。这个我没看到消息啊。那种偷跑广告的电视应该能挣到钱，其实挺难的，因为广告这个东西不是放了就有钱，你最后还是要有转化，对吧？这个电视上放的广告的转化率是很差的。百度的任何东西都不用啊，这个反正我是不用。字节的 AI 能力国内第一，我觉得是这样，字节的 AI 做 APP 这一块的能力国内确实第一啊，全世界都是第一，没有谁做 APP 这件事能做过字节跳动的。但是呢，模型这一块呢，豆包还是稍微的弱了一点，就是我也用很多豆包模型啊，这个是稍微弱那么一点点。大国开放汽车关税，估计很快汽车制造业就没了。啊，这个说这种话有啥用？什么意思？没看懂啊。百度告诉你，大国也要领先，你用不用？这个反正不用，你永远正确，好吧？是的，在隐私问题处理上，苹果和百度尿不到一个壶里，这个肯定是有差异的了，这个肯定有差异。嗯，别人如果批评中国，我无所谓；别人如果批评中国，我无所谓，什么意思？哎呀，不要在这儿吵这种跟小孩子一样，是有什么意思吗？这里论输赢问题，老范说了是嘴硬问题，是啊，你就是嘴硬，你们俩都嘴硬，对吧？我看看你们还在聊什么啊？这个对人跟人之间是可以屏蔽的啊。这个其实也没有了，就是我们还是要承认自己有好多东西不了解，对吧？这个我其实很正常，说错了也没什么关系，也不丢人，我也不觉得我说错了就很丢人这件事儿，对吧？那么如果有人说，哎，我愿意查数据，像刚才这个卡尔加叔说，我查了，对吧？这个美国多少的 GDP 来自于制造业，然后有多少多少人，挺好的呀，我特别喜欢这种做功课的人，对吧？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你们用豆包和 ChatGPT 把你们的问题和疑问贴进去，然后就可以验证你们两个谁更贴近事实。其实你要是带搜索的这种结论输出的话，它们差不太多。但是呢，豆包效果还是要比 ChatGPT 要差一些，就是从这个内容的组织和输出来说还是要差一些，而且更啰嗦一点啊。ChatGPT 有时候还要稍微简洁一点。这样你就给大家个建议，有现实数据和例证表述出来没毛病啊。至于观点，秉承自己的观点，同时不同意对方观点没毛病，但是别去质疑别人的观点啊。我觉得质疑别人观点也行，但是你不要去质疑别人的能力。一上来说，哎呀，老范你没用过这个吧？老范你不懂那个吧？这个呢就属于不太礼貌啊。但你说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然后我有哪些数据啊？这个没问题。我喜欢这个卡尔加叔的观点啊，是，马斯克大抢的是这个英伟达的 GB200，大概7万美金一个，还抢不到啊，这个是。哎，GB200现在到底量产了没有？因为老在传说量产推迟，量产推迟。现在因为我也搞不太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量产。电视销量跟房子销量正相关，一般租房的年轻人连客厅都没有，买智能电视干嘛？还不如上 4K 带鱼屏。哎呀，如果是租房的朋友，我真的强烈建议去买这个投影机啊！我现在用这个投影机用的实在太爽了，还可以挪着走啊，走到哪儿啪往那儿一摁，然后就自动对焦，自动那个叫什么梯形矫正，然后自动的那个墙面颜色矫正，然后亮度还很高，4K，那个刷新率也挺高，爽死了。也音响也很好，那里头好像是阿曼卡顿的音箱，那个投影机里头还挺便宜，也是那个可以当显示器用，对吧？也有 HDMI，也有这个网络上的这种投屏功能都有。确实啊，今年的大促各品牌电视销量数据一塌糊涂。是的，你只要不有新房子，这个东西确实比较费劲啊。我感觉对不起博主，把大家带偏了。没，大家聊天呗，开心最重要。还好是新机之后出来的消息啊，不然苹果的销量会崩啊。这个苹果的销量现在其实在国内是在不断的下滑的啊。辩论时讨论时不人身攻击啊，不做全盘否定。是的啊，这个有些人喜欢这个上来就说你不懂这个，你不懂那个啊，这个其实是不太好的啊。交流礼貌是一个原则吧。家里买的投影机啊，但是用的也很少，主要是用笔记本比较多。哎，我就用的比较多这个东西啊。这个苹果手机中的 AI 模型问题，好像这2年还没有感受到有 AI 和没有 AI 的区别。有个3方 AI 的 APP 也能应付日常啊。这个呢，其实到后面是应付不了的，因为你到最后还是要去跟本机打交道啊，而且要去跟本机数据打交道，否则的话，这个东西会变得很笨啊。你用3方的话，你要慢慢去训练它，说我是谁，对吧？这个其实还是比较麻烦的。这个我就是躺着看的呀，这个投影机我就是要躺着看。现在我观望明年的 SE4，SE4未必能使用 Apple Intelligence 吧？这个因为 SE 一般它会芯片上会做削减的。这个其实国内苹果用户没几个在乎谁用哪个大模型啊，但有可能会影响其他国内手机厂商用哪个大模型。别带偏了啊，希望不是文心一言啊。其他的国内手机都已经用了豆包了啊，没有一个用文心的，只有三星被他骗了，是吧？苹果呢，我不觉得能被他骗。GB200还没量产啊，只是抢着下单。对，那 GB200到底有没有生产问题啊？说良率有问题还是什么呢？因为我就是现在一直在传嘛，就是今天说这个马斯克下单，对吧？然后这个英伟达就涨，明天又传说，哎呀，这个良率有问题，生产不出来了，延期了，然后就又跌，所以它这个已经现在大家拿它去炒股去了。
我也等 SE 啊，大屏手机太难受，我喜欢大屏的。这个我是放在卧室里头。ChatGPT 是人啊，其他模型只能算动物。其实还好了，我现在豆包啊什么的用的也都还可以用啊，不是什么大问题。跟 GPT-4o 比呢有差距，但是差的不是很远。没有本地数据，AI 就不智能啊，对，它这个就会比较麻烦，所以还是要有本地数据的会好一些。国内任何 AI 都不敢用，没有哪家公司，哪家会比文心一言更文明。这个倒不至于，我觉得千问的其实还真的挺好用。千问的 QWQ 啊，我最近也是在本机跑32B 的，在我的那个32G 内存的笔记本上效果还可以。现在看长视频很难看进去，刷短视频太多了啊！我现在也是刷短视频刷的有点多，有点走火入魔。现在爆出消息说是 SE 肯定能用 Apple Intelligence，好吧？我在想，我下一个手机是不是去买一个那个折叠屏？因为我现在看那个小米的那个就是竖着折的那种折叠屏，我觉得很帅啊，它就很小，然后那个随手揣兜里就完事儿。因为我现在使手机最主要的用途是这个听小说，所以呢，就是我并不怎么看屏幕，我所有需要看屏幕的时候都是看 Pad。大国电视机产业麻烦了啊！这几天在美国低价卖，几乎不够运费，三星要贵几乎1倍。不过我黑五还是买了50寸的三星做监视器看老范直播啊。哎，那你50寸的三星多少钱啊？这个我比较关心啊。现在50寸三星应该是4K 高刷了吧？然后颜色也应该还有那个叫什么 HDM 啊，不是叫 H 什么呀？就是那种我忘了一下那个词叫什么，就是把那个颜色宽色域的那种东西，对吧？应该这个都应该有了。我不知道美国50寸的三星卖多少钱啊？反正在中国的话，如果你去卖小米的50寸的电视，大概也就是1-2千块钱啊，这个已经非常非常便宜了。对手机本地数据，没有手机本地数据确实会影响 AI 效果，毕竟手机上的数据已经比较全面的个人相关数据了。这么一想啊，是有点焦虑。其实手机挺麻烦的，你就这么想吧，你的微信数据，他得拿到拿不到，对吧？如果他拿不到微信数据，其实你的手机也不知道你是谁。可能每个人每天在家里聊微信或者聊各种 IM，这个后面，所以我为什么我说手机 AI 的这个事儿有可能是伪命题呢？然后千问确实算是好用的，是的，千问还可以啊。这个三星那个折叠屏也很酷，就是我是不喜欢那种大的那种横拆那种折叠屏，我喜欢那种竖的折叠屏。三星那个折叠屏，我觉得没有这个小米那个酷，因为小米折叠屏就折完了以后，这一面全都是那个屏幕，那个很帅，而且还便宜。现在千问已经是2.5了，是的，千问是2.5了。今天地铁上看了一个小米竖屏折叠手机，很方便。是啊，三星的本地化做的很烂，三星的整个的软件都很烂。因为我原来好多同事都是三星研究院的，三星后来把他们全裁了。特别是在国内玩不转了以后，他就国内基本上没有研发力量啊，他这一块确实是比较费劲。美国3亿人口，一年卖4000多万台电脑，国内14亿啊，一年卖3000万台电脑。美国消费能力太强，是美国是全世界消费能力最强的地方，这个不用担心。就算焦虑，还不要忘记点赞啊！对，该点赞点赞啊！消费去 Steam 不好吗？这个什么意思啊？买游戏哈，挺好。如果已经是迷你 LED 的电视，感觉就不要再继续升级迷你 LED 了，什么意思？没看懂啊。三星$250，不到2000人民币，还可以，不贵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哎。国内反正索尼的贵，三星、LG 的也还算比较贵，但是我觉得电视在国内现在基本上是被小米家刷屏了。Steam 最近秋促、冬促，但完全没感觉，关键买完了还得花时间玩儿。
三星那个竖屏折叠，不过确实没有背屏啊，折起来是很小巧，所以我比较喜欢小米。小米就是你折起来以后，它整个那一面都是背屏，然后基本上你不用把它打开就可以把所有功能都实现了。TCL 美国卖的不错，便宜啊。TCL 最主要是卖南美洲，啊，南美洲大量买的是 TCL，但是南美洲呢，TCL 用的是 BlackBerry 这个牌子。我黑五买了75寸的索尼，1300刀，啊，索尼还是挺贵的。你在国内买75寸的电视，大概也就是，可能5000人民币，可能也是大几百刀的样子。我就想买三星那个带笔的手机啊，带笔真的没什么意思。我现在对于笔这个东西已经完全不感冒了，Mini LED 的成本降下来了，这个不知道，我对三星这块就没有那么兴趣了。三星怎么在国内败退呢？三星就是当时 Note 几来着爆炸那个事儿，完了以后三星就彻底败退了，因为国内的手机都起来了嘛。老买游戏补票啊，好吧。GB200已经第一批发货了，现在都在紧急测试中。GB300预计2025年中出来。哦，好吧，继续等吧。因为三星炸了，是的。看雷老板在亲自宣传啊，这个亲自演示卡皮巴拉啊，这个也是有点想剁手，我也是。价格还卷不过，是这个三星是比较贵啊。我对三星带笔的那款喜欢方正啊，这个是哪个？我还没三星哪个带笔啊？是那个 S23吗？豆包在纯英文行业专业术语概念的理解远不如 ChatGPT，差别非常的大啊。这种专业术语的话，我觉得还是去炼丹吧，练个小模型算了。啊，投影用了很多年，还是挺麻烦，逐渐放弃。我还是比较喜欢投影啊，Quest 3这种我会觉得带着累。小米那个口袋折叠手机像素不好，其他不错，好像电池也不行啊。像素不好是摄像头不行还是屏幕不行？如果是屏幕不行，我其实是不太在意的啊。如果是摄像头不行，这事儿不可以啊，一定还是要摄像头好。S 的啊顶级是带笔的啊，这样其实就是 Note 啊，这样我以前是买过几个 Note，我是有 Note 1、Note 2，就是三星 Galaxy Note，啊，那个时候特别喜欢三星，我还那时候买了一个叫三星 Galaxy Camera，是那个三星的那个单反相机，对吧？可以换镜头的，它里头跑的是安卓，当时还买了那么个东西。当然后来三星出了那一款以后就放弃了，再也不出了，给我气的。然后以后我再也不买三星的东西了。三星是啊 S24 Ultra 啊这样的。Note 绘图转生，好吧。雷总真是煞费苦心，全平台兼容苹果，挺好的呀。推荐哪个牌子的这个投影仪？这个我这儿反正我们家用的是坚果的，挺好的。海信75寸的是$450。哎，在美国能买到那个什么吗？能买到小米电视吧？车还早呢，车是明年至少2月份。按照现在的那个手机上显示的，应该19周，可能到3月份了。所以我准备明天跑去那个小米的店里跟人商量商量，能不能把那个车延后一点，就直接换小米 SUV 算了。虽然小米 SUV 现在还没发布，但是我是如果它发布的话，我想换那个。挺好玩的，因为三星把自己炸没了，所以现在厂商特别怕过热的新闻，非常敏感。啊，这个三星其实你炸完了以后，在国际上它还有，但是在国内呢，就彻底没翻过身来。为什么现在国产手机电池那么大？貌似国外品牌的电池没有跟着变大啊，国产喜欢堆参数呗。其实我告诉你，在同样体积下把这个电池做大的，就是电池容量做大的最简单方式就是裹得它更紧。
对吧？它等于是它是用纸缠起来的，如果你缠得更紧了以后呢，它就更容易爆炸。特别奇怪，三星在国外还有人买，三星其实挺好的机器，对吧？它把那个爆炸的事情搞完了以后呢，这个还是能够卖。国内呢，等于是就是怎么说呢？它等于一方面是因为爆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三星自己撤了，就是它把什么国内的研究院也是关了，把工厂也关了，它把中国的工厂搬到越南去了。就是三星可能最大的工厂是在越南，对吧？然后它在各种的销售的这种广告投放啊什么这块都已经败退的很厉害，所以它就自己放弃了市场啊。这个同时国内的手机都起来，就把它给挤没了。小米口袋折叠手机，这个相机像素好像不好，好像有评测，可以去看相关评测。啊，那这就不好了。但是小米那个口袋折叠应该也是徕卡认证的相机啊，不应该吧？中国低头族比较多，离不开手机啊。这个我就可以离开手机，我举着 iPad 的时候我就不看手机。所以电池大，电池大还有一个核心原因是因为微信啊，你离开办公室，因为我现在基本上都在家待着嘛。以前有时候出差的时候，只要离开办公室，那 iPhone 也好，华为也好，这个电池一天不够使，对吧？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三星那电池绝对不够使。小米 SUV 不知道啥时候发布，估计明年下半年才会量产吧。现在苏七产能都跟不上，这个不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传是3月份发布，如果3月份发布的话，那我就还真的是想去换一个。啊，美国没有小米电视啊，亚马逊也没卖啊，这个好吧？那小米电视在日本卖的挺好的，不在中国生产投资，创造就业，就不用想能卖得动了啊，这个什么意思？没看明白。三星手机在美国是个大品牌，是的。哎，美国现在是不是还是好多那个什么 AT&T 的手机，什么那个 T-Mobile 的手机，然后这个其他的各种就是运营商手机。因为国内有大量的手机厂商是专门给这个运营商定制手机的，这个就是没牌子，包括像什么中兴都喜欢干这个事儿，就是给运营商定制手机。TCL 也是大量的给运营商定制手机。换 SUV 得补价吧，这个他得允许我补啊。如果真的在我购买的前后它就出了呢，我就愿意补呗，多补个几万块钱不是什么大问题。比亚迪的质量就先不说了，但是腾势的质量会不会比比亚迪好一点啊？不了解这个车，周围没有人玩这个东西。万恶之源的微信，号称小而美式的，它就大而全呗，啥都有。有点喜欢腾势 N9，腾势那个外形就完完全全抄的是上一代的这个 GL8。其实这种纯电的 MPV，我现在觉得，就是那个谁，理想的那个 ONE 还是理想的那个就是长得像棺材那个车还是很漂亮的啊，就是而且里头内饰非常好。美国还有摩托罗拉，摩托罗拉是属于联想的，想啥呢？腾势卖的不行。法拉米下周估计要上工信部了，所以前2周就让老范等法拉米了。这个要等呗，这个还是准备去小米商店去问，因为我去买那个车的时候，就是我去下定金的时候，他们说这个要等政策，就是这个法拉米如果上来以后，如果有政策的话是，才能够去转单。后来我跟他讲，我说反正我转单我肯定会加钱，我绝对不会要求减钱，对吧？这个只要是加钱能够转的，我还是愿意去转的嘛。但是我应该也不会去买那个最贵的版本，就是像什么 Max 这种版本，我是不会去买的，因为对于性能完全没要求。小米不只卖电视，所有白色家电全部都没见过啊。呃，看来在国外这个东西是卖的不太好了。挺有钱的，要不聊聊怎么挣钱啊？录视频啊，我的挣钱就是录视频啊。
跟大家做直播，赶快给打个赏，打个赏就有钱了。开个玩笑啊，现在国外运营商手机还是有原品牌吧？这个现在国内挂运营商牌子的手机，印象中也基本上没有了。反正国外原来是大量的这个运营商手机都是国内生产的，就是原来山寨机就是给他们造。最近的政策，内燃机每公里油耗大大降低，感觉要卷内燃机了哈，这个我觉得不太容易，我觉得不太容易，肯定这个就是一旦把它推起来，就是说我们要去电动化，它不可能停下来，包括欧洲、美国都停不下来，一定会按照电动化的方式往前走。特别是电动车，最难的那几年，其实特斯拉已经独自前行，把它都扛过去了。现在加上这么多中国厂商卷来卷去了以后，就是电动车的很多的问题其实都已经趟出来了，对吧？跟油车比起来，特别是像价格，对吧？你想一个比亚迪秦 Plus 卖9万多块钱，那你跟电动车跟这个油车比，没有任何劣势。美国那些 T-Mobile 手机一般都是加入电信公司的流量计划就白送，如果要苹果那不白送，但是折扣补款啊，是这样的。对啊，但是美国还是买好多这种机器在卖嘛。卷内燃机我感觉意义不大，撑死了就是用来发补贴。这个而且内燃机中国人是卷不过美国人，卷不过日本人，也卷不过德国人的。但是卷电机啊，电机可能也卷不过他们，但是卷什么电池、电控啊，什么这些东西，中国现在还是在里边投了不少钱呢。好，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啊。先预告一下啊，这周六应该会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呢，周日的话，我现在准备去讲讲这个过了年又准备调 M1的这个统计口径了。对吧？所以又是改不了身高改尺子的一集啊，然后看看为什么要调这个东西。然后付费用户的话，这一周准备讲一个比较好玩的故事，因为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叫姓潘吧，最近跟字节跳动吵起来了啊，他发视频啊说这个字节的算法作恶，然后呢，字节的应该是抖音的副总裁啊在怼他，说你吹牛啊，你没有资格来讲这个话，你不配啊，讲了这么个话。现在这哥们儿跑到北京来起诉这个叫做什么？起诉字节跳动来了。啊，他前两天给我打个电话说：“你给我证明这个，我当时是懂这个玩意儿的啊，这个特别逗。”所以这个可能当时的一些背景故事，准备在付费会员里头讲一讲吧。这个因为是涉及很多的以前公司机密了，就不在这个叫做公众频道里跟大家瞎说八道了啊。大概也就如此了。我看看还有什么啊？这个啊，美国顶级科技博主买了一台 Amiga，就是那个我刚才讲那棺材车哈，对，那车挺好玩的。是啊，冠军版琴都7万多了，好吧，这个又降价了。好，大家在周末愉快啊，大家周末愉快，休息，再见，结束直播。